上周，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出席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中途以所谓过境之名窜访美国纽约和旧金山。期间，赖清德还大肆散布台独谬论。对此，外交部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又大篇幅来抨击。发言人汪文斌强调，赖清德借和平来粉饰，企图洗脱各方对其台独底色的高度疑虑，却难掩其包藏的台独分裂祸心，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赖清德在专访当中妄言，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台不必另外宣布独立，叫嚣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双方互不隶属，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挑衅。不久前，赖甚至还公开宣称，要实现台湾领导人走入白宫的终极目标，这充分暴露赖作为台独分裂分子的极端危险性。 汪文斌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虽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不允许改变。目前，全世界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82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支持台独，何来台湾主权之说？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汪文斌表示，赖清德声称希望民主国家支持台参与国际事务，让台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借台湾所谓国际参与问题搞政治操弄的惯用伎俩。民进党当局反复操弄卫生防疫、航空安全等问题，根本不是为台湾民众福祉着想，而是企图拓展国际空间，谋求外交突破。 中国政府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曾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作出妥善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推行台独分裂，拒不接受九二共识，致使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等国际活动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有关安排难以为继。 汪文斌强调，赖清德沿用民进党通过煽动对立、操控选举的一贯套路，大肆攻击抹黑大陆威胁，借民主旗号制造国际支持假象，拉拢有关国家为其台独主张背书，再次凸显其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巨大危害，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台独是绝路。 台独分子以美谋独，绝不可能得逞。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长期靠激进台独立场捞取政治资本。7月12号，他的一席所谓走入白宫说，受到美方的警觉和关切，要其立即澄清。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过境窜美期间，美国彭博社发布此前录制好的采访。此举虽然没有违反美方画下的在他过境美国期间不接受媒体采访的红线，但却是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回答美国这个面试官的考题。赖清德对彭博社宣称，要和平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以及所谓国际的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云云。但对于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岛内舆论表示是在撒谎。 事实上，赖清德实际上是当着美国的舆论，把他今年1月接棒民进党主席后抛出的所谓和平保台重新说了一遍，但这改变不了他台独金孙的本质。看出说，因为你的心里话就是台独嘛，不管你说了一堆啦，说这个我没有什么路径啦，没有框架啦，可是你那个论述的方式就是台独的思维啦。他因为一执政就放弃了9·2共识嘛，那两岸就没有这个没有交流的基础了嘛，所以两岸的氛围基本上就是逢中必反，这个调子实在是太明显了嘛。岛内名嘴郭正亮曾是民进党籍民代，还曾在陈水扁政府任职。由于看透民进党的台独害台本质，于今年5月19号高调宣布退出民进党。对于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在进行的围岛演习，郭正亮认为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正警告。
的一个语言叫步步逼近嘛，就是全向围岛逼近这样啊。根据台防务部门20号发布消息称，自19号上午6时起至20号上午6时止，共侦测到45架次解放军军机，其中27架次越过所谓台海中线及延伸线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另有9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这次派出 IDF 以及 F-16V 战机前往执行任务，包括9架苏凯30、4架歼11等都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另外还有运9以及直9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外界注意到，20号上午，央视网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短视频，显示解放军军舰抵近台舰演习近距离反击。当天，台防务部门也发布视频和照片显示，台军田单舰正近距离观测解放军导弹护卫舰徐州舰。岛内媒体惊呼，双方军舰的距离近到用肉眼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动静。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认为，解放军这次围岛演训的进逼态势明显，带有演练奇袭的目的。由于观察冷静客观，厉正杰一连2天获邀参加岛内政论节目，观察台海局势。他还对台海军派出田单舰对解放军演训进行所谓近距离侦测的部署表示疑惑。事实上，这些军舰的防空能力是很弱，可是随着时空改变，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很强的防空武力，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会觉得说，以现在海军的军舰来讲不可思议，就拉法叶军舰上面它的防空武器手呢是响尾蛇飞弹，对不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响尾蛇飞弹你射程大概只比刺针飞弹稍微远一点，你保卫一条军舰，你用一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都是巡弋飞弹啊，或者是反舰飞弹这些，而且都是超音速的武器，你现在这种防空武器来攻击来对抗这些要击落这些反舰飞弹来讲的话，可能性不高了。厉正杰还注意到，近年来解放军围岛演习的一个显著特征：慈母守中线。我们现在是国军守中线，希望国军守得住中线。但是根据今天好像说，他们已经已经越过中线，在中线以东，在这边活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对于解放军的这次围岛演训，美军表现很低调。与佩洛西窜台，解放军围岛演训时，美海军航母却掉头航行的剧本如出一辙。该报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齐东涛的分析指出，美国政府确实考虑了中国的警告和顾虑，所以处理得比较低调，不想让赖清德的事情冲击近期稍有缓和的中美关系。外界注意到，此次联演的重点区域也很有针对性，距离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比较近的海域，以及台方一些重点港口基地附近的海域，都是加强战训演练的地点。演训也显示，解放军各军兵种联合指挥控制已经完全打通了指挥链、通信链，按照各种各样不同的预案，随时都能展开相应的高强度演训，符合中央军委对解放军部队提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要求。台湾岛的北部海域，我们东部战区主要演练的是对海上目标的打击。那么在台湾岛的东部海域，我们演练的是对陆上目标的远程的精确打击。还有一个是在台湾岛的南部海域，主要演练的是这个反潜的相关的内容。那么这3个海域是非常有目的和针对性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以来的历次解放军围岛演训都显著突出多元情报信息的支撑作用。东部战区这次也透露，在多元情报信息支撑下，各作战平台根据任务编组、体系出击、协同行动，按计划抵达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多方向、立体式、长时段抵近设压，塑造全向围岛进逼之势。分析认为，随着一大批先进特种装备的入役，解放军的情报搜集能力越来越强大，跨军种实时共享战场情报的能力也越发成熟，情报支撑面广泛，响应达到实时级，天下功夫唯快不破，是提高实战效能的倍增器。那么侦察机我们可以有无人侦察机，还有这个有人驾驶侦察机。那么侦察的这个各种的类型也可以包括这个光学侦察、雷达侦察，包括电子情报侦察。那么包括海上的舰艇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这个各种的雷达以及这个被动的情报收集系统来进行一个海上态势的侦察，包括水下的潜艇也可以进行侦察。这么多的这个侦察平台的所有的信息汇总在一起，然后进行统一的这个信息的分配分发，那么就可以做到整个作战系统的一个统一协调。